洞察金融市场，分享理性认知。大家好，欢迎来到 Razer 投资说，我是你们老朋友 Razer。上一期我们讲到创业板注册制落地我个人看好，随着全球流动性逐渐回暖，5月份的行情，我个人认为非常不错，大家可以拭目以待。我个人还长期看好我们中国的创业板的优质资产，建议大家去投资中国的创业板，对吧？那大家可能觉得炒股票是有一个风险的，想要去投资一些基金，对吧？上班族如何理财呢？上班族可能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看股票，对吧？而且觉得股票风险太高了，想要投资一些低风险、零门槛的这个投资理财产品，那首推什么呢？基金。我们中国的这个基金市场非常的大大概有16万亿的规模，非常的大。这个基金市场呢，非常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投资，而且不需要花费你太多时间和精力，自己就可以去看得懂去投资。好，今天我们就来讲手把手教你如何投资基金，如何投资基金去理财。好，看到手机，这个手机就是支付宝界面，大家应该都知道，每个人都有支付宝，我们中国支付宝可以是非常流行，对不对？好，这是支付宝界面，我告诉大家如何去支付宝界面去点开这个理财，这上有个键去理财。回头我现在就开始直接给大家点了。我们这里回头会放一个截图给大家看，我是如何一步步点下来的。打开支付宝首页，首页之后下面有5个功能，首页、理财、口碑、朋友、我的，我们需要点开理财这个按钮。好，点开理财这个按钮，发现是一个有很多按钮的界面，有余额宝、理财产品、黄金、基金、股票这些这个产品，因为这个大概是这个界面，大家看一下对，这个界面是我们点开理财的一个界面，但是今天我们主要讲什么呢？讲基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界面有个基金按钮，我们大家就要点这个基金按钮。好，我们今天就按点基金按钮，大家讲如何去投资基金。好，这个投资基金点开基金之后会看到什么呢？回头我们看到这个图就可以了，我们按照图来一步一步讲。点到基金之后看到很多，包括基金排行，然后自选，然后指数、红绿灯、定投这些东西。我们主要先看基金排行，因为你作为一个小白，作为一个新人进入市场，你总要去看到底如何投资基金，如何去选择基金，对不对？好，先点开基金排行看到这个基金排行里有非常多的基金，这个基金的名字非常的长，可能短期内难以看清，难以选择。还有就是什么呢？基金的分类，它这里呢会有一个看大家回头看那个截图看吧，这个混合型。我先告诉大家，基金有混合型、股票型和债券型，还有以及指数型，还有它这里的 FOF 型以及 QDII 型。我们这里主要讲什么呢？就是混合型和股票型。因为我个人认为可能包括指数型，因为我个人认为债券型的这个基金本身它波动率很低，收益率呢也很低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资产配置，但是不是我们的主要投资对象。我们想要投资的就是一个稍微有点波动率高的，而且真的是去买股票的一个资产。所以这里是混合型基金以及股票型基金，包括说指数型基金，他们都会投资于我们国内的股票市场。好，我们来看这个界面的这个名字，这里什么安信华泰广发，代表基金公司的名字。后面的这么长的东西呢，代表它基金本身的产品的名字。我们买的基金产品都不一样，对不对？每个人买的都不一样，可以去选择。我这里看到排行这个排行就是说代表什么呢？比如说你可以筛选这个近3月，就是3个月以来这个基金产品的涨幅是多少。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近6个月，可以看到就是说6个月之前你有1000块买进去之后，这个第一名的这个64%的收益，也就是说你半年间成1000块，现在可以变成1640块了非常夸张，对吧？这个收益还是很夸张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这个 A 股的表现这半年来确实很不错，很多基金确实做的也很优秀。但是我们不一定非要说选这个涨幅最高的基金，我们要挨个去看很多信息。今天我就来教大家如何看这些基金的具体的信息。好，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基金来看，大家可能看到一个净值这个净值代表什么呢？这个净值代表的是基金的一个从发行那一天开始到现在它的净值是多少。比如说它的发行第一天是1，任何一款基金的发行第一天净值都是1，从 1.0 开始涨了你就比 1.0 要高，跌了你比 1.0 要低，对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一定是越来越高的。所以看到这个基金有一个是 5.01 的5.10 的，它其实是相当于它翻了5倍这样一个规模，对吧？就很厉害。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个基金的周期很长了，
周期很短，它不可能翻5倍，对不对？肯定我估计有5年以上的这时间了才会去翻5倍。好，我们又来点开看一看。好，我们随便点开一个基金，就看到这个基金的一个主页。这个基金主页透露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们大家一定要好好筛选，好好去查看这些信息。好，看到这个表头是银河创新成长混合，是它的名字，这个名字不重要，对吧？再来看它日涨跌幅，也就是说它在上一个交易日单日内涨了 6.37%， 对吧？也就是一天你就能涨 6% 的收益，我觉得很高很可怕，对不对？它基本上跟炒股差不多了。好，看右边，右边是单位净值，代表它现在是 5.10 的净值。再往下，它这个基金是中高风险，没错，大部分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都是中高风险，因为它们直接于投资我们中国的股票市场，所以等于是你在间接投资股票，风险确实不低。混合型和股票型后面我们再说这个类型分别，其实差别不太大。好，右面是晨星评级，晨星代表晨星是美国的一个知名的基金评级机构，也就是说晨星评级越高，5颗星，证明这个基金的就是说越优秀。但是呢，我个人认为这个评级代表意义不太大，主要还看它后面的表现和它的具体一些信息。所以我个人认为呢，只要是3星以上的评级，都可以去看这些基金，可以去考虑购买。好，再来看它下面这个表格是业绩走势和以及净值估算。业绩走势这个表格呢是一个折线图，这个折线图代表了它这个一定周期内的一个走势表现。这里有近1个月、近3个月、近6个月、近1年以及近3年。我个人认为投资基金就要往长期来看，对吧？所以我们这里至少看到一个近3年吧，看看这个基金近3年跑得如何。看到这一根蓝色的折线图，蓝色的线是代表这个基金本身的一个收益率曲线，看到越往后走得越高越夸张，反而这个浅蓝色的线代表同行业的均值，也就是说同样的产品它们平均值是个什么水平，对吧？平均值是31%，非常的低。黄色的线代表沪深300指数，沪深300是我们大部分基金的一个对标标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基金跑赢了沪深300，证明你很优秀，如果你跑不赢沪深300，证明的基金，对吧，还有待继续考量。所以看到这只基金从2017年到2020年，它的收益率是 121%， 也就是3年翻了1倍，而且大幅跑赢行业平均以及跑赢沪深300，所以我个人认为目前来看这个基金还是不错的。再往下看它的历史业绩和历史净值这个我认为其实不太重要，因为说实话这些信息已经在上面的折线图反映出来了。最重要的是看下面产品档案，我们主要的东西就是看这个基金档案。基金档案里透露了大部分有关于基金的信息，我们一定要看，这也决定了你到底要选择哪只基金，对吧？这其实是你选择基金的核心参考因素。好，点开基金档案，我们看到概况包括了基金名称和代码，这些不重要，关键是它的成立日期。好，我们刚刚看到了，发现我的预测是没有错的，对吧？它 5.0 的这个净值，也就是说将近5倍的一个收益率，它是10年成立的，距今已经有10年了，对吧？10年5倍，我觉得这个基金跑的确实还不错，对吧？我个人认为一般我们只要这个基金年化收益平均年化在10以上，也就是说拉长周期3年来看的话，每年10%以上，确实已经不错了，已经很厉害了，15以上就非常优秀了。好，再来看资产规模，我个人认为资产规模非常重要，后面我会单独再讲解这个资产规模。这里的56亿确实还不错，比较大的规模。管理人和托管人其实这个不太重要。再往下看基金经理，基金经理是代表你这个人他在管你的资金，对吧？也就是说你把钱给了他，他用你的钱来购买这些股票，所以他的学历、工作经验，对吧？投资风格和策略对你来说其实要参考的。我们看到点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在任情况，也就是说他在任期间总共管理了4只产品，对吧？有2只还没有披露信息，但是剩下2只已经披露了信息了，对吧？包括他这一只产品还在还在继续走。看到就是它的回报还是不错的，主要是靠这只银河创新成长混合，也就是我们刚刚看的这只基金的表现还可以。至于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我觉得不重要，我们就可以暂时不看。公告这里的公告，我建议大家主要看的是发行运作公告以及它的定期公告定期公告就是1季度、2季度、3季度、4季度报告一般2季度代表半年报，4季度代表年报，对吧？也跟上市公司的
这个报告制度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些报告代表了他们什么呢？就代表了它基金的一个发行运作情况，到底啊基金这表现如何啊？投资什么股票，你可以看得到。好，最主要是看什么？看这个后面这个持仓。持仓这一栏里面啊，代表他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干了什么，钱买了什么东西。好，看到他的钱88%用来买了股票，也就是说这支混合型基金产品主要是用来投资股票市场的，对吧？好，9%银行存款就是说现金嘛，其他估计是什么债券之类的。好，再往下拉就能看到重仓持股，能看到这只股票在截止到2020年3月31号，它的重仓持股票有哪些？看到啊，我们的公募基金只能看到持仓排名前10的股票，也就是说，它前10大占比的股票是哪几只，你就能看到是哪10只。好，看来第一只，这个银华基金买了是中科曙光这只股票，买了8.2%，也就是说，你的钱有8.2%买了这只股票。如果你投资这只基金的话，好，下一只是京方科技，也就是说，你投资了它的基金的话，8%的钱是用来买了京方科技这只股票。恒生电子往下，再往下是通威富电，再往下是长电科技、三安光电、文泰科技、歌尔股份、长盈精密、中兴通讯，这些看到没有？前10的股票都是他去重仓持有的上市公司。好，大家可以看啊，就是我个人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来看，这些股票都是属于科技行业。看到这只基金其实它的偏好是主要投资于科技类的股票的，对吧？这些东西都是啊，芯片啊、软件啊、智能硬件呀这些行业的股票，所以是科技股票。所以这只基金它受益于我们中国这半年以来确实很多科技股票表现不错，所以它的涨幅确实很夸张。好，这些持仓很关键。如果你不喜欢这些持仓股票的风格，你就不要投资这只基金，它不是你的风格，对吧？就是你喜欢科技，这只股票就非常符合你的口味。很多别的这个基金呢，它可能股票是什么伊利、美的、格力啊、茅台啊、五粮液，对吧？可能它投资的是这些，就是说消费品的股票。所以说每个基金的投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要去看它持仓到底买的是哪些股票。再来看行业啊，行业其实这个不太重要，因为什么呢？只要你能把持仓的那10只股票看懂了，你就知道它主要投资了哪些行业，你就不需要来看这个行业了。而且这个行业我个人认为是不太精确的。你看制造业77%，说实话，刚才那10只股票都属于制造业，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制造业，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去看持仓，对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基金的持仓档案是我们考量一个基金你要不要投资的核心的关键因素，一定要去看。最后一个是分红配送啊，大部分基金其实是没有分红配送的，有个别基金是有这个分红配送的，有分红配送的基金，我个人认为啊，可以去给它一个小加1分，但是呢，不是决定因素。好，看完这一页之后，我们再来看基金经理，刚刚看过了。好，再来看就是这个交易规则。交易规则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做基金啊，首先都知道，基金投资你是间接投资于股票市场，也就是说，基金经理拿了你的钱，帮你去做专业的投资于我们中国的股票市场，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的风险就变低了，对吧？但是你不像你去买股票一样，你是 T+1 交易，今天买入，明天可以卖出。你购买基金是今天买入，明天、后天，也就是 T+2，第2天2天之后你才可以卖出，对吧？所以基金其实比股票交易更加延后了1天，因为你需要给时间给基金经理去买入再去卖出，对吧？所以大家要知道，你投资基金的话都是 T+2 的一个交易制度。好啊，这个基金这一页啊，大概就看完了。看这些，主要就是看什么呢？主要是看它的一个再回顾一下，就是这个基金它跟沪深300比，它跑得如何，是否能够常年跑赢沪深300。再来看它跟同行业就是说同类的平均值表现如何，它比同行是不是表现更好，是否跑赢了同行的平均值，这也很重要。第3就是看它是否规模够大，对吧？50亿确实规模很大了，但是如果要是它是1亿以下的资金规模，我建议你就不要看这个基金了，它规模太小，流动性不足，所以不值得你去投资。我个人认为大家去看1亿到100亿以上的这样一个资金的规模的管理的基金，因为
一般在我们中国100亿以上的基金规模是非常大的，证明这个基金流动性非常好，非常受到大家的青睐。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基金看完之后就是给大家总结一些基金投资的小技巧我待会给这个表格给大家看看。主要什么呢？主要是大家一定要去坚持定投基金，也就是说你一定要长期看好我们中国的资产，否则你就不要投资我们基金了，不要投资股票了，对不对？既然你长期看好，就要坚持定投，不要轻易放弃。尤其是在熊市的时候、暴跌的时候，你一定要坚持下去，还可以适当加大投资额度。这个时候，你的收益率曲线会更加平滑，而且会摊低你的持仓成本。对，一定要坚持投资，这个一定要重要的事情说3遍。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个人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周4、周5设置定投时间。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在历史上周4、周5股票市场下跌的概率更加大一些，你这个时候买入反而是更低的成本去买入了。所以说周4、周5其实是贪那个小便宜，你可以在周4、周5去坚持定投。我个人建议大家是坚持每周定投，对吧？你可以每天投，可以每周投，也可以每个月投，但是每周投的话比较平滑，对吧？适合每一个上班族，因为你每个月发工资，对吧？你可以坚持每个周去投一下但是量入为出，根据你自己的工资的这个额度来投入这个基金，不用闲钱投资，不要去就是说梭哈过度投资，这也是一种不太好的现象。好，最后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什么叫微笑曲线。我们投资基金，对吧？市场这样波动，但是你不管波动什么时候，你都要去坚持投资，是一条微笑曲线，最后呢成本会越来越低。然后大牛市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去减持一些基金。当所有人都想去投资股票，所有人都想去买基金的时候，证明什么？市场已经进入了一个疯狂状态。这个时候你要去保持冷静，适当减持你的基金，把收益变在口袋里，这才是真正的收益，对不对？好今天我们关于基金的投资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大家能继续点击订阅给我点赞、评论、关注我后面我会继续讲更多的关于股票投资以及基金投资的信息。谢谢大家，拜拜。